嗨，大家好。时隔几日啊，又一次吃了晚饭以后出来散步。天气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凉爽。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啊，吃了晚饭，在天黑以前这个1个来小时的散步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对于像我们一直住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的居民来讲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夏天的天堂。不仅是天气凉爽，你走到大街小巷，特别是这个附近的算是老城区吧，有老城新茂的一些区域，你到了这个时候会看到街上非常的热闹，很多人呢集体出动啊，去酒吧，去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尤其是在街边的一些餐馆啊，坐在马路边上吃饭喝酒，就那种景象呢，就真的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就生活呢本来就应该丰富多彩，尽可能的增加一些快乐的元素啊。当然最好是在比较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前提底下。看到这边呢，有一些人还是躺在这些长椅上。那天早上我看到，真吓一跳，在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2位流浪者，就躺在那个暖气的出风口上面，就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最近在传闻，美国据说要制定一个法律，还是修改一个法律，就让执法部门呢有权利驱逐流浪街头的流浪者。但是呢，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呢就觉得对此表示赞赏，早就该这么做。但是也有一些民权活动人士呢就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一个是侵犯这些人露宿街头的自由，另外一个呢，某些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收容这些流浪人的这些设施的建设，所以呢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如何执行呢？大家只能拭目以待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流浪的人呢，始终还是应该抱有一种同情心，就像很多人呢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忙，或者呢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应有的一种关系。最起码呢，你要做到不要歧视这样的流浪者，因为呢，这不仅仅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在很多情况底下呢，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无奈的处境。现在呢，我走在大学大道上，但是我左转到了 Richmond 的这条街，我的右前方呢是希尔顿酒店。那这边呢，其实也是有地下的 pass 可以走到downtown，很多的街道或者是大楼。我现在这条 Richmond 街上呢，随意的走走啊。因为这条横街呢，我走的相对来讲比较少。感觉这条街道呢，就是一条通行的道路啊，好像商店并不多，有一些房子应该也有些年头了。
我来了快1个月了吧，就慢慢感觉，其实多伦多这座城市呢，它的地势应该是北高南低，特别是到湖区那边呢，就比较低洼的地方，而往北一路往上走呢，还是有很大的坡度，但这种横马路呢，应该水平面都差不多。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如果要骑单车的话呢，在某些路段也是要相当费力的。现在呢，经过我的左侧的喜来登酒店，同样有一条地下的通道可以连通各处。这段时间走下来了，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应该也会了解，走出很多乐趣来。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不但见识了多伦多这座城市文化、艺术还有人文方方面面，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里面，行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方法。我就觉得这跟我以前骑行骑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出来的那种乐趣，所以以后又多了一种健身的方式，不一定是要骑行，步行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方式。你看这条路上呢，还残留着一些老房子。你比方说，我现在斜斜的面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一种很扎实的以前的房子。像这种房子呢，以前应该更多的是用大理石来砌成的这种墙壁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了。所以在多伦多的街头呢，你去看很多的大楼，崭新的一种面貌，但是它的门前呢，总会保留着低矮的一些以前的建筑的模样，就他们甚至会拨一层就是房子的旧的墙壁，让它保留着跟后面新建的房子呢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这边的一种建筑的风格，我觉得也是蛮有特色的现在呢，我就右转到这条废街上了。以我而言，还算是比较熟悉的一条街道，因为我上一次在冬天来的时候呢，就曾经在这条街边住了1个来月，加上这一次又住了1个来月，这2次的这个经历呢，让我对多伦多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丰富多彩的一座城市，快要结束在这座城市旅行的时候稍稍的有了一丝不想离开的想法了。No, però dico, prendi la cosa più buona che c'è.
天晚上有点起风了，就在山上稍稍有些凉意。这天呢，大家从我好多个视频里面已经了解到，就是多伦多的金融街，金融的心脏部分。那可以看到这个街头呢，就是躺着很多的这些流浪的人们。就在我的右侧呢，就是那种金融公司或者银行总部的办公的地方，超明几净啊。感觉设施都非常的现代化，所以这是一墙之隔，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现在来到King这个 Street 的地方的时候，正好两个 Street 相互直播。好，我们走过 King Street， 继续向湖边返回走。这个地方呢是多伦多的股票交易所吧，在这么一座古色古香的大楼里面。这个附近呢，基本上都是银行或者金融公司，这也是这边号称金融界的由来之一。但其实很多银行总部并不仅仅在这条马路上，这个附近的很多侧支的马路上也都有很多银行的大楼。以前比较著名的就是我现在正对着右前方的这一座Royal Bank，应该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银行总部大楼。就是这家银行呢，今年把汇丰加拿大的分行一鼓作气全部收入囊中，所以使得我们以前这些汇丰的客户呢，现在就摇身一变变成了RBC 的客户了。但希望他的以前的服务延续下来的一些不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以前汇丰最有特色的一个服务呢，就是中文热线，还有就是很多分行都有讲中国话的店员。
但我现在看这个 IBC 它的很多的 ATM 机上都是显示有中文这样的服务啊，这可能也是它不但把这些亚洲以中国人为主的这些客户的群体收罗自己的银行以外呢，就为他自己本来庞大的一个网络这种提供了很多诸如像中文这样的增值的服务。这边呢已经走到了 Front Street， 右前方呢就是 Union Station。这里呢真的是新式的高楼林立。这条 Front Street 呢，前方就是电塔瓦。这个 Union Station 的对面呢，就是 Royal York Hotel， 都是一些知名的地标性的建筑。看看在黄昏，应该还称得上黄昏的时分吧，街头还有很多人。一点都不像一个快要入夜的夜晚。好，我们继续向前走一走。That makes sense because this. 这个玻璃墙里面呢，就是GO train的 station。你看啊，这个里面呢，就是一道一道的铁路的站台，下面呢就是刷卡上车的一些设备。这边呢就是枫叶广场，一个冰球馆的入口。门口非常多人呢，今天不知道有什么活动。这门口还站了很多标新立异的人。看来吸引了很多的浓妆艳抹的女孩，想必今天应该有重大的活动吧？就排队排到这个地方。
瞧，这个排队的人，这个队伍有多长啊？加拿大这边呢，有各种各样的人种，你看，各种外貌的世界各个民族人呢，在这边都有。今天这个队伍排到了这边呢，看什么样的一个演出呢？头顶上呢就是高速公路啊，你要去机场啊，基本上就是走这条路。看到这个停车场的边上呢，也有一些新旧的大楼，但整体而言呢，这边已经被各种新大楼啊包围了。这里呢已经是 Toronto Street， 我们可以看看四周的那些房子。前方呢是威斯汀酒店，这里有更多的高档的住宅楼。穿过非常繁忙的路洞啊，顺着背街走到底，就是湖滨了。这是去 Toronto Island 那边的一个码头。今天呢，我就打算走到湖滨作为我今天餐后漫步的终点，然后从那边呢找一条路走回去。现在时间呢刚刚过了半个小时吧，我已经来到了接近湖滨的地方，所以预计今天散步呢大概接近1个小时，刚好在9点多钟之后呢回到家里。
这里呢就是威斯汀酒店，还有它的一个会展中心。No, literally. 现在我对着的左前方呢，就是 ferry 的 terminal 渡轮码头。上次我们到对面的多伦多岛中心岛去，就是从这边搭的船。看看这个轮渡码头，现在这个10点没有什么人了。完全是免费的休闲的地方，我就是要到这个湖滨来走一段。哇，对面呢很多绿地的地方呢，就是多伦多岛。就从左侧的这个码头呢，可以到对面去了。上次我也去了，正好赶上龙舟比赛。好，现在呢，我就在湖滨这个莫栈道上漫步一圈。会有这么一些雕塑，挺可爱。就这种时光啊，你在这个湖滨散步打发一下啊，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浪漫，也非常悠闲。更重要的呢，会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的好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要不呢就在长椅上坐着，要不呢就在岸边啊清水的地方站着坐着，就每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自由自在的消磨时光。
偶然也会看到有些人在湖边垂钓。看看夜幕慢慢低垂下来，白天看到的这一片碧绿啊，现在呢成了一片墨绿色。你看啊，这边的杨柳树跟中国那种杨柳树比呢，就显得非常的粗壮啊。水上 taxi 出航了。这边呢，听到很多海鸥在鸣叫。小小这个自由自在的鸥鸟。这是求偶吗？你在呼唤同伴。记得有一回啊，我走到这边的时候下大雨，我就在这个楼底下躲雨。就这个楼底下呢，还会放着一些长椅啊，让大家可以随意的坐坐。这个岸边呢，停靠着这样的小游艇、小游轮。
这里有一个港湾，对面呢就是CN Tower，这边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住宅楼。码头前面坐着很多人，这边应该有一个餐馆。现在呢，我走上马路，沿着这条约克街一直往北走走，看边上的这些高楼大厦，这个附近呢有很多知名的住宅楼。现在呢，我已经顺着约克街向回家的方向，也就是向北的方向走回去。每到这个时候啊，来到这里呢，就感觉到这个城市，在黄昏时分
残留着反日的喧哗。路上车流滚滚，路人如织。马路边上的餐馆呢，很多人都坐在了路面上有非常热闹景象。确实，昨天是加拿大157周年的国庆日。我相信呢，虽然已经过了3连休，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还是那么的高涨。可以看到这个路上有很多的女孩，今天打扮得格外的漂亮。瞧瞧这个街头，真是热闹非凡，过年一样的感觉。对面呢就是 Royal York Hotel， 这里还有人开着非常拉风的车。哇，有一种水泄不通的感觉。这边呢有不错的规矩就是你开再好的车，你也都要等待行人通过。今天呢，我是从背街南下，现在呢从岳父街往北走回去。这里面呢已经是隔线的车阵的地方了，已经来搭过好几次车了。现在呢已经在 Union Station 里面了，同时呢也是地下的通道 Pass， 从这边呢可以去到很多地方。好，再次走回到大街上。马路对面的 Union Station 老的 building， 前面的皇家约克酒店，正对着呢就是约克街。
现在我不知不觉呢走上了大学大道。在晚上接近9点钟的时候，在大学大道由南往北走，我记得应该还是第一次吧。现在正对着就是大学大道。这个街角呢会有一个大的餐馆。多伦多呢，终于等到了灯火阑珊的时候了。你看啊，在国庆节的第2天，应该延续着节日的气氛，街上人非常多，大家都纷纷出动，度过美好的夜晚。我们来看看街角的四周。
现在呢，刚刚过了9点钟，我看今天好像天暗的稍稍有点早啊，也可能跟稍稍有些阴天有关。今天从住所出来，走到了贝街，顺着贝街呢去到了湖滨，在湖滨逛了一圈以后，跟着约克街北上。然后呢，到了联合车站，就拐到了这条大学大道。顺着这条大学大道呢，走不多远就是我的住所了。今天感觉气象不太一样啊，大概是过节的余兴未了吧。我看满街啊都是红男绿女。都好像很多人都准备去参加舞会一样，都经过了精心的打扮，有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错。所以我再次实实在在感到啊，在多伦多这座加拿大的最大的城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心情，感觉平和又热烈。而且勇于享受，追求享受，虽然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的追求，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应该有的状态。这条大学大道啊，到了这么一个时间，就显得非常的优雅。这里呢，已经到了Osgoode地铁站的入口了。好，再走几步呢，我就到我的住所了。走过皇后街，经过 Campbell House Museum，今天1个来小时的步行啊，真的还是有些感慨。就觉得这是真的加拿大的人的生活啊。虽然每个人的生活呢未必完美，但是活现在这些普通的加拿大人脸上的灿烂的笑容，就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于生活基本是满意的，而且有着比普通生活更高的追求。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夜晚，看到满街的这些男男女女啊，有些穿着正装，我感觉大家好像都像去出席一场派对一样，就是都是经过精心打扮的，非常美好的夜晚。好了，我已经快到家了，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的漫步。
走一天就少一天啊。最后几天呢，还是尽可能的跟大家有所分享，也是为了这段旅行做一个完美的告别。我们改日出行再聊，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